歡迎收聽一道微光同志小說，作者書野，故事馬上開始。陳野與方卓正伏案答題，唐玉成坐在一旁看着自己的書，翻動書頁的聲音輕而穩。陳野突然停下了筆，卡在了一道題上，他微側過頭，眼神不由自主地飄向身側。此刻的方卓就坐在他的旁邊，近在咫尺，近到只要一抬眼就能看見他那張被他罩上一層柔光濾鏡的小尖臉。方卓皮膚生得白，襯得鼻尖和額頭那幾顆青春痘愈發鮮豔奪目，但在陳野眼裡，這非但不扎眼，反而透着股生機勃勃的可愛。當然，全宇宙也只有他一個人這麼覺得而已。方卓察覺到旁邊那道令人不悅的視線，他猛地抬頭瞪了陳野一眼，隨即像防賊似的立起左手，嚴嚴實實地遮住自己正做的題，還賭氣般地往遠處挪了挪。唐玉成清了清嗓子，還剩1分鐘。陳野這才收了心思，重新專注在自己面前的題上。好了，時間到了，我念答案，你們自己对。第一題選 A。 紅筆劃過紙面的聲音幾乎同時響起，方卓和陳野都在自己的題邊打了叉。第二題 C。 方卓眼睛一亮，喜滋滋地給自己畫了個大勾，而身邊的陳野面無表情地打了個叉。第三題 D。 方卓又皺起了眉，懊惱地給自己撇了個叉。一旁的陳野明明也錯了，但嘴角卻掛着一抹似有若無的笑，淡定地在自己的本子上畫了一個叉。這個人太奇怪了，題答錯了還笑，有病。他的表情真豐富，可愛。第4題 B。 第5題 B。 第6題 C。 最後一題 D。 好了，你們做對了多少？我對了5道。我2道。陳野語氣有些懶散。嘿嘿，果然有個墊背的，感覺就沒那麼糟糕了。方卓不自覺地笑了一下。方卓，你笑什麼？30道題才對5道，你還好意思笑？哦。方卓瞬間蔫了下去。好了，现在看第一题。這道題主要考的是……今天就到這兒，回家記得把錯題再過一遍。知道了。另一個人也點了點頭。陳野和方卓開始收拾自己的東西，而唐玉成先一步走出房間，來到白啟遠的書房門口，雙臂交疊放在胸前，肩膀抵着門框，靜靜地凝視着屋內的人，不忍心打攪，但又移不開眼。他看起來那麼專注，而他專注的時候真的很吸引人。陳野背着書包從唐玉成的房間走了出來，看見了立在那邊的唐玉成。他走了過去，站在他的身後，順着他的視線一瞧，看見辦公桌後那個神情嚴謹的白啟遠，他正對着電腦，眼神專注地看着屏幕，偶爾手握鼠標滑動，隨後低頭在紙上快速記錄着什麼。陳野挑了挑眉，聲音低低的：我收回我剛才說的話，這大叔長得其實挺帶感的。唐玉成頭也沒回，聲音冷淡：閉嘴，快走，記得明天早上別遲到。行，我走。切。方卓為了避開陳野，故意在屋裡磨蹭了半天，估摸着那討厭鬼已經下樓了，才背起書包往外走。玉成，明天見。明天見。哎，你同學走了？白啟遠聽到動靜，抬起了頭。走了。你怎麼站那兒都不吭聲？有事？就是想問問你晚飯想吃點什麼。白啟遠思索片刻，笑了。我又想吃麵了。好，沒問題。不過現在會不會有點早？你一問我倒是有點餓了。好，我現在就去做。謝了。白啟遠看着他轉身的背影，心裡暖暖的。有你在真好。方卓走出大門，剛一拐進電梯間，腳下一頓。陳野正靠在牆邊，也注意到了他。這爺，不對，這孫子怎麼在這兒？你怎麼還沒走？陳野懶洋洋的抬眸。我在等電梯。哦。方卓悶悶地應了一聲，心裡暗悔，早知道就再晚點出來了。電梯門開，兩人走了進去，門關上，隨即陷入一片安靜。狹窄的空間裡，連呼吸聲都變得清晰可聞。這電梯是沒電了嗎？怎麼這麼慢？隨後兩個人出了電梯，出了樓，自然而然地並肩走在小區的路上。感覺太奇怪了。不對，太詭異了。而這居然才只是補課的第1天。走到小區門口，陳野在等他的車旁停下腳步。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。方卓拒絕得乾脆利落。那行，明天見。明天最好不見。後面4個字，方卓故意說得含含糊糊，說完就背包快步走遠。陳野立在原地，嘴角微揚，目送那個背影消失在街角。少爺，上車吧。司機恭敬地拉開車門。陈野坐進後座，
司機来到前面坐好後，從副駕駛取過一個藍色的文件夾，遞向後方。少爺，這是關於方卓的資料。陳野接過來放在腿上，翻看着。說吧，查到了什麼？方卓，本地人，獨生子，父母常年在外經商，家裡長期只有他一個人，偶爾有小時工定期打掃，家境殷實，但極度缺乏長輩關注。除了幾個球友，幾乎沒有深入往來的朋友，愛好打籃球，空閒時間幾乎都泡在市體育館。目前我只查到這些。陳野合上文件夾，眼底閃過一絲不明的情緒。知道了，開車吧。唐玉成來到廚房，打開冰箱，入眼是塞得滿滿當當的各種食材生鮮。把這茬忘了，這陳野弄的。白启遠湊過來一瞧，喲，這冰箱裡這麼多東西啊！剛才那個陳野帶過來的。你這同學挺有意思的。唐玉成拎出肉菜和雞蛋，關上了冰箱門，隨口答道：“是挺有意思的，就是有點過頭了。”他拿出了鍋，接了水放在灶上，準備下面條。他回頭看了一眼身後的白啟遠，現在錢有了，該給他買份什麼樣的生日禮物呢？白啟遠則坐在餐桌邊喝着水，看着唐玉成在廚房忙碌的背影。玉成對我挺好的，但我对他也不錯，我們這就是相互照顧。梁浩天那張碎嘴，我居然還真被他給唬住了，現在想想實在可笑。片刻後，唐玉成端着一個瓷碗走了過來，熱氣騰騰的面被端到了白啟遠面前。唐玉成坐在对面，靜靜地看着他。我現在時間寬裕了，可以天天給你做，以後你盡量回來吃，畢竟外面的飯吃着沒有家裡的放心。好。哎，你不吃？現在有點早，我還不餓，等一會兒餓了再說。白啟遠挑起一筷子面，散着熱氣。你這手艺真絕了，以後你要是考去外地上大學，叔我就吃不到這口面嘍。唐玉成目光灼灼，不管以後我在哪，只要你想吃，打個電話，我都會以最快的速度趕回來給你做。白啟遠愣了一下，笑了笑，這有點誇張了，我這口面還沒重要到這個程度，又說傻話了。我該怎麼說才能讓你相信呢？對了，說以後不用給我零用錢了，我自己可以掙。聽到這兒，白啟遠放下筷子，神情嚴肅了幾分。玉成，我知道你要強，但也得看時候。這1年多關鍵啊，你不應該把時間浪費在掙錢上。錢的事我有數，足夠供你到大學畢業。我不想花你的錢。為什麼？我能靠自己，不想讓你養我。我願意養你，可我不願意。氣氛僵持了幾秒。說白了，咱們非親非故。如果當初你不答應長根叔照顧我，你現在可以過得很輕鬆。就像現在，你明明休假了可以享受一下的時候，卻為了多掙點錢，大熱天到處跑去講課。我不是為了你東奔西跑，我就是這樣一個閒不住的人。齊遠說。唐玉成盯着他的眼睛，你什麼都好，就一點不夠誠實，特別是對自己。白啟遠張了張嘴，半晌才自嘲地笑笑。我有嗎？玉成，你想多了，叔一點也沒覺得累。叔，你不要再說了，快吃麵吧，都坨了。白啟遠感覺現在無論他說什麼都不具備任何說服力，就像是手攢足了勁，一拳打在了棉花上。長根早跟我說過，這個孩子要強，今天算是領教了。如果我現在跟他硬碰硬，結果一定不會好，還是之後再找機會吧。白啟遠這麼打算着，抬手拿起了筷子，吃起了麵。